叶晨觉得，眼下也确实是一个让叶家和安家正式重归于好的机会。毕竟自己暂时还不方便露面，但叶家和安家本就是多年亲家，虽然之前很长时间多有怨言，但现在安家来了华夏，想跟叶家重新修复关系也是人之常情，并不会让外界怀疑。于是叶晨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下来，打算回头就让爷爷来一趟金陵，双方见个面，好好把话说开，顺便也把合作的事情敲定。贺远江也已经做好准备，从金岭财经辞职，全力帮助安家和叶晨把造车的事业发展起来。大方向敲定之后，他开口问安家人和叶晨，既然要成立一个新的汽车品牌，不知诸位有没有想过该起个什么品牌名称？众人一时间都找不到灵感，一直没怎么说话的安悠悠开口道，既然是安家和晨儿合作的，不如就叫安晨汽车好了。叶晨笑道，小姨，这次投资我也没法出面，得让叶家出面，叫安晨在外人看来可能不太合乎常理。安悠悠问他，那叫安叶？安重秋摇头道，安叶听起来怪怪的，当汽车名还是不够大气。安凯峰笑道，人家雷米汽车是拿粮食命名的，听着也还好啊。安重秋道，那是因为人家手机业务已经做了很多年了，企业和品牌知名度早就打出去了，情况还是不一样。就在大家都想不出合适的名字时，老爷子忽然开口道，我提议一个吧。众人看向老人，等着他的下文。只见老爷子轻叹一声，随即朗声道，我觉得就叫长英吧。长英，众人一时间纷纷怔住，没人想到老爷子提议的名字竟然是已故将近30年的大女婿。这时老爷子唏嘘感慨道，长英，长英，这名字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将近30年，每每想起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横刀立马的身影，我便羞愧到不能自已，总觉得亏欠他太多太多。若是能用他的名字打造一个世界闻名的汽车品牌，也算是我以及你们诸位对他的一份怀念和哀思。说罢，老爷子又道，况且长英这个名字对我们华夏儿女意义非凡。伟人曾说，今日长英在手，何时复铸苍龙。这2个字不仅代表着革命力量和精神，也有那种战场上无惧一切、英姿飒爽的意境。闭上眼，便好似看到一位年轻的古代将军，骑在战马之上横扫千军，头盔后一对红丝带随他的策马奔腾而迎风招展，令人神往。众人听到这里，眼眶依然有些红润。叶家二郎叶长英在当年的全球华人中是多么耀眼的存在，只可惜英年早逝，没能在全球舞台上一展风姿。而老爷子描述的那番意境也着实令人心潮澎湃。众人仿佛都看到了战场上那个策马奔腾的将军，以及那在风中飘扬的一抹红缨。安重秋最先表态，无比赞同地说道，好，太好了，长英汽车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我也没意见。安凯峰举起右手，我这辈子最崇拜的人就是姐夫，用他的名字命名，我100%赞同。三舅安兆南也表态，我也没意见。我也是。安悠悠紧跟着举起手来。贺远江也不禁赞叹道，长英汽车，好名字，绝对的好名字。如果能把 logo 设计成一条飘逸的红色长鹰，一定会非常出彩。李亚林这时候举起手来，不太好意思地说道，那个，虽然没我什么事儿，但我还是想说，长英汽车，这名字确实霸气，完美。安叔，还得是你啊。安启山微笑道，你小子少拍马屁。说罢，他看向叶晨，认真道，晨儿，长英是你爸爸的名字，是否把他的名字用在我们的汽车品牌上，还要看你的意思，你拥有最终决定权。叶晨此时也已经湿了眼眶，父母离开已经将近30年，自己不曾想过要用怎样的方式来纪念他们。如今外公提议用他的名字作为即将创立的汽车品牌，叶晨心里也非常激动。如若有一天长英汽车能够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，对父亲的在天之灵又何尝不是一种告慰。一念至此，
叶晨开口道：“我没意见。”安启山等的就是叶晨的表态，见叶晨也没有意见，立刻激动地一拍桌子，脱口道：“既然晨儿没意见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。公司注册名就叫长鹰汽车有限公司，汽车品牌就叫长鹰汽车，抓紧时间立刻安排商标注册，把长鹰能注册到的所有类别商标全部注册下来。”说罢，他又道：“一定要找最好的设计团队，设计一款最有气势的 logo， 思路就按贺教授的来，要一条迎风飘扬的长鹰，颜色要用华夏红。谁要是能设计出让我满意的 logo， 我个人给他1000万。”贺远江不禁感慨道：“安老先生把名字一定下，我忽然感觉有些心潮澎湃，胸有成竹了，就好像这件事已经有了魂都有了，就一定行。”贺远江这番话丝毫没有恭维的意味，他是真的感觉这名字一定下来，就像是画龙点睛之笔，瞬间将这件事升华了。长鹰汽车，别的不说，单就名字的气势与意境，绝对是国产新能源汽车中无人能出其右的存在。更何况这个名字对叶晨、对叶家、对安家意义非凡。那是叶晨的父亲叶家的二郎，安家的女婿，集叶晨、安家与叶家之力，以长鹰之名，此时若是不成，简直天理不容。而贺远江也觉得自己肩膀上承载的是一份分量极重的嘱托，自己必定要倾尽全力，不负众望，否则无颜面对江东父老。老爷子此时听到贺远江一番话，也是激动无比，他不由老泪纵横，高声说道：“贺教授说得对，长鹰便是这个品牌的魂，如今魂有了，就辛苦贺教授和你们几位，把这个品牌的骨肉身躯也一点点完善起来。我老头子只有一个要求，无论如何都一定不要辜负了长鹰这2个字。这个品牌的调性就和长鹰骑人一样，要横刀立马，无所畏惧，所向披靡。